你觉得你问题是在光线、亮面上、光影上的话，那光影呢跟你的立体结构有关，不太可能跳过立体结构熟悉光影。先看那个 Chris 这一张，这张呢，你原本留言是问到说有关水底的光影色彩氛围，你可能想要优化有关水底的光影色彩。那我跟你讲，第一眼在开始排队的时候呢，小图状态下看 FB 上的小图，我在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色彩是对的。然后呢，放大看，我本来这张也是要打算帮你在你的问题色彩光影上呢做一些优化，可是呢，真的点开我就发现到，对这张图来讲，色彩不是主要问题，而是你的整个人体结构骨架呢是有点爆掉的。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觉得人体骨架体态不是你现在首要问题，如果你觉得人物的颜色没有很正常融入到背景当中，这也不难处理。人物图层上呢，你压一个色彩增值，像这样子，直接像这样压一个，然后淡淡的压一层，像这样的方式，一个蓝色压下去就会有效，就可以把人物跟背景顺利的融合。所以色彩部分我觉得问题不大。那如果说你要你觉得你问题是在光线、亮面上、光影上的话，那光影呢跟你的立体结构有关，不太可能跳过立体结构熟悉光影，这个是不太可能的。那所以呢，我这张呢还是想了一下之后呢，我还是帮你改骨架体态。来看一下这个体态。我先说体态上的缺点，就是肩颈部分的这个位置有问题，在身体部分要有点远近感的，这个也没呈现出来。然后再来呢，下半身这个动作，伸直的腿跟弯起来腿的这个动作，这边处理的是不自然的。然后飘动的布料呢，目前感觉上远近也还不太会处理。所以这张图我并不觉得着重点应该看色彩光影，不是，我认为应该是看你人物的骨架，骨架体态。那你看一下我改的，来，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再看一次，你要画的是不是比较接近这样？画面创意当中呢，你有加上沉在水底的调色盘，对不对？还有画具，这个感觉不错。但是呢，这个姿态本身就不够自然、协调、流畅，骨架坑坑巴巴的，蛮多问题的。那我们来改这个会比较好。那来，我们放大，从头看起，来看一下这个。来，首先我觉得这个脸呢，介于要画正脸，又有一点想要画45度的那种感觉。那我觉得那就果断一点的把这个侧边这边消掉，让它当一个那种堂堂正正的45度脸，多好，对不对？像这样，然后感觉有一点斗鸡眼，有可能想要凝视，但是呢，斗鸡眼的感觉太明显，只要把这个眼珠稍微往外侧挪一点点，斗鸡眼的感觉就会好很多。再来呢，修正一下眼型，眼睛的形状修一下。再来呢，鼻子这个亮面呢会显得鼻子很大，但是你的风格喜好应该是属于小鼻子类型的，那你要注意一下亮面就不能太大。我这边改是直接改这个鼻尖给你，然后嘴巴的话呢，没有画出这种倾斜感，有一点太像正面的嘴，这个只要微调就可以。那这边问题都还好，你应该也能理解。但是呢，到头的话呢，你的立体就有问题了。如果呢，以这个头的角度来看，那这个耳朵没有在对称位置上，像这个外侧应该要在这，然后内侧可以再往内靠，我觉得这个位置会比较好。以你的脸为标准去建立的，像这样调过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丰富。然后往下，因为你这个原本原图没有耳朵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帮你定一下耳朵位置会比较好。然后往下呢，来到颈部这边这个是大家蛮常卡的，就是肩颈这边处理不出远近感。好，那这边是颈部要先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要能够处理这种远端的这一段肩膀跟这个锁骨，要有办法画短，然后让这边的肩膀轮廓要能够挤在这边，挤在很短的距离内，你才能够让身体变成半侧。不然的话呢，这个就是要画侧画不了，然后又有一点好像面积上对称的这个感觉。所以处理上这边要有办法画短的这个锁骨。那这个不是画成短而已，你的线条要能够弯的很灵敏，这样接起来才会好。然后再来内侧这个肩膀这边往外铺开太明显了，这个可以往胸前挤，需要挤一下。那只要这个肩膀定下来之后呢，往下画会比较轻松一点。然后目前这边这个胸，我觉得也有一点太偏正，感觉上你应该是希望更灵活的，姿态上要更灵活。那我认为是往侧面再挤过去会比较好。你们也可以做一个检测，就是
你画图，你想要画那种半侧面，会不会看起来都有一点偏向正面？那这个是一个练习习惯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这2只手，这2只手我觉得是这只比较看得出目的啊，就看得出要比较那种优雅的，在那边有点害羞，怯生生的这样摆着，但是感觉上比较像在投降，所以手的位置这个骨架呢，动作呢也是我觉得观察的不够，就是没有去吸收这个动作的核心价值，然后另外一只手往下我觉得没有用，遮在裙子后面，当然你可以解释很多的可能性，可是失去效果了，不如呢就跟画面右边这只手一样，大家一起拧在这边，这样更加有那种娇羞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往下的话，这2条腿这个动作就很单一条腿这个可以，但是呢，另外这条腿这样弯，你也有一些远近问题。2只脚在完全凑在一起呢，那个骨架姿态更加的不行。那我在改的时候，我也是试了几个动作组合，然后再配你的那个氛围去看。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适合这个内侧腿抬高一点，抬起来一点，然后外侧这个呢就顺状况。我本来想过说要不要也弯起来，就2条腿都弯起来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感觉更加的灵活，只是说2条腿都弯起来的话呢，它就失去那种伸长的美感，所以呢，我就保留1条腿，但是呢，这个直呢又不是完全拉直，稍微弯一下，这个也是在这边反复试了几次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调整这个飘动的裙摆，这个裙摆我常常讲，就是要画这种飘动有远近的，一定要先画裙摆边，不能由上往下从这个腰这边画，绝对不可以，要强迫自己画高一点，然后呢切进来，画高一点切进来，用这种方式你裙摆才能够真的飘出远近。然后再来你就要去分配面积，就是像这边的面积，我觉得你的一些灵活度是有体现，但是面积的分配不太好，就要有像那种大块的绵密的再大块的，因为不管是头发发流啦，还是这种裙摆之类这些物件，只要你内容多了，你就要去分配疏密。那没有分配好的话呢，就是只是内容好像塞很满，但是呢却不灵活，所以呢，这是我认为你在画面上你要改善的。那所以整张图下来，我觉得颜色部分目前色彩啊、光影部分目前可以先维持这样。你应该要先尽快花时间优化你的体态、空间逻辑，这个要建立的再快一点。我常跟大家讲的就是说，角色是像容器一样，那你有再好的色彩光影，你容器长歪，你颜色倒进去，它一样不会好看。所以你要把这个容器塑造的好，不管是立体感、肢体语言、造型、装备丰富度等等，都是这个容器。这个没有弄好，你跳过去研究光影，这个是本末倒置的，而且也研究不出个所以然哈。对，要分前中后。除了空间透视之外，远近透视之外，有一种就是我们讲叫画法。画的时候呢，从这种地方往下画是常规固有逻辑，但是你从这种地方往下画，你很难画出远近感，所以我们会逆着画。我们会先画末端，再连回去，先画这个裙摆，再连回来。像这样，先切这个裙摆，我先以这个腿在哪边为主，先把这个腿先给它搞定，动作先出来嘛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腿的基础上来看一下紫色。我会在上面先划分看看这个裙摆怎么翻比较好看。我不去管怎么连，不管，我先画这个裙摆，看怎么翻漂亮，怎么翻合理，好看。好看之后呢，我再连回去。这个就是逆着这个逻辑长回去啊。我们上课叫做中中起，记得吗？要这样画回去，不然的话你要从这个地方画出来，难度非常高。不要说难度很高，应该说练不起来。好，这个调整，希望那个可以给 Chris 一些帮助。好。